塞尔维亚背刺俄罗斯，援乌3500枚 M21 火箭弹。之前就有中立的巴基斯坦援乌数十万炮弹，现在连俄罗斯的斯拉夫兄弟塞尔维亚都反水了。消息被爆出来之后，俄罗斯外交部站出来表示，塞尔维亚要给个解释。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直接是否认3连，我没有，不是我，你别瞎说，只是证据摆在脸上。武契奇否认也一样。美国对付俄罗斯主要有2种手段：利用经济制裁降低俄罗斯本身的造血能力，再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一步步瓦解俄罗斯的势力，避免俄罗斯从外部获得帮助。目前第1种手段已经生效，俄罗斯被制裁之后，养老金都发不出来了。第2种手段正在进行，布林肯跑到中亚，希望该地区国家进入反俄的大家庭。而哈萨克斯坦话音刚落，欧洲那边就传来塞尔维亚援乌火箭弹的消息。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塞尔维亚亚克鲁西克工厂生产的约3500枚火箭弹已经进入乌军手里。在俄媒公布的视频里，布拉迪斯拉发的仓库里堆着不少炮弹，都是准备援助给乌克兰的，并且认为塞尔维亚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一直为乌克兰提供炮弹。当然，背刺俄罗斯这事儿说出去不太好听。塞尔维亚先是将弹药运往斯洛伐克，再绕到土耳其，折腾了一大圈才能交给乌克兰。武契奇最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承认了，表示塞尔维亚确实向乌克兰提供了一批武器弹药，但是已经要求乌克兰不能将这些弹药用于前线。这话说的，不用在前线，难道是放在实验室里研究？对于该消息，作为曾经好兄弟的俄罗斯表示，今天必须有个解释。好兄弟给压力之后，武契奇的口风也变了，直接是否认3连，表示塞尔维亚从未向乌俄任意一方提供过武器，只是将武器卖了出去，这属于正常的贸易。如果其他国家将武器转送到乌克兰，那就跟自己没关系了。这操作火力军有点眼熟，这不就跟当初韩国向乌克兰的援助方案一样吗？而且正常贸易听起来没错，但要说塞尔维亚不知道这些武器会被转交给乌克兰，火力军也不信。M21 火箭弹是 BM21 冰雹火箭弹用的，这种122毫米口径火箭弹，北约国家买了能有什么用？事情到这儿还没完，根据乌军炮兵部队在前线拍摄的照片来看，他们好像已经收到了塞尔维亚制造的火箭弹。当然，关于塞尔维亚是否援乌的问题，武契奇一直不承认，但是就已知的消息来看，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实锤了，而且这不是第1次了。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有标记克拉古耶瓦茨市字样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出现在乌军手中。这座城市就是塞尔维亚的，从这开始就有猜测说塞尔维亚军援乌克兰，不过这个始终没有实锤，枪支的问题不好追究，万一是外国雇佣兵带到乌克兰的呢？但是炮弹问题就不好解释了。同时，武契奇最近的态度也很有意思，比如瓦格纳军团，武契奇宣布，如果发现有塞族人加入瓦格纳集团，等其回国后一律实施抓捕。普京估计要坐不住了。瓦格纳集团算是俄军在俄乌战场的中坚力量，普京都亲自背书，认为瓦格纳集团是合法的。武契奇这么做就相当于是打普京脸。这就有一个问题，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关系还算不错，为什么这次站在了俄罗斯的对立面？俄罗斯跟塞尔维亚关系不错，只是二者体量不同，一直是俄罗斯照顾塞尔维亚。比如科索沃的问题，俄罗斯一直站在塞尔维亚这边。之前科索沃局势恶化，俄罗斯还派遣了400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前往塞尔维亚。对于俄罗斯而言，这个时候能有一个队友就是好事。而塞尔维亚最初的态度也还行，在俄乌战争中虽然是站在北约这边，在联合国的投票中也是谴责俄罗斯，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拒绝承认乌东4个州并入俄罗斯，但是一直拒绝制裁俄罗斯。只是身在江湖身不由己，现在武契奇的态度已经变了，不仅宣布可能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还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只能说一个国家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科索沃以及能否加入欧盟。科索沃问题事关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加入欧盟则是塞尔维亚必须要做的。武契奇态度的改变，估计有欧洲施压的原因。塞尔维亚没有实力解决科索沃问题，但欧洲或者北约可以。塞尔维亚自然不愿意看到科索沃问题持续发酵，最好的选择就是站队。塞尔维亚只是一个小国，想要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俄罗斯，而是欧盟。目前，欧盟国家贸易占塞尔维亚贸易总额的60%到70%。欧盟想要对付塞尔维亚，那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塞尔维亚为了确保经济正常运转，只能加入欧盟，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毕竟国际社会的水很深，小国连虾米都没得吃。最开始的时候，塞尔维亚因为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问题没少吃苦头。如果还继续支持俄罗斯，欧盟可能就撤回在塞尔维亚的投资。等到这个时候，别说科索沃，塞尔维亚自己都要宣布破产了。而对于欧盟而言，塞尔维亚想要融入欧洲，加入欧盟，最起码要加入自己的立场，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阵容，要不然欧盟就是帮俄罗斯的小弟发展，何必呢？3月18日的时候，塞尔维亚就与欧盟就科索沃问题会有新的会议，怎么做这不是一目了然？反俄、换科索沃稳定以及本国的发展，亲俄然后被欧洲独立。至于中立，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有些难，小国没有话语权。如果塞尔维亚跟印度一个体量，随便你中立。只是在科索沃问题以及经济命脉被把持的情况下，中立是最不负责的选项。对于塞尔维亚而言，背刺俄罗斯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不得不说，或许现在塞尔维亚已经偷偷摸摸加入援乌的阵营了，军援乌克兰很可能就是塞尔维亚的投名状。当然，在科索沃问题解决之前，要求塞尔维亚直接军援乌克兰，或者制裁俄罗斯都很难被塞方接受。所以，通过一个第三方国家采购军火，然后送给乌克兰，就没有这个问题。只要武契奇不承认塞尔维亚与俄罗斯的关系，就还能抢救一下。当然，不管是制裁俄罗斯，还是阻止民众加入瓦格纳军团，甚至是军火援助乌克兰，都是必然的事。武契奇曾公开表示，早晚会加入制裁俄罗斯的大家庭，只是希望这一天晚点到来。不过就结果来说，还是早一点。塞尔维亚的发展方向就是加入欧盟，而不是亲近俄罗斯。至于塞尔维亚援乌3500枚火箭弹这事儿，大概率是一场双方都能满意的游戏。塞尔维亚可以接受，俄罗斯同样也可以。塞尔维亚援乌的 M21 主要用于冰雹火箭炮上面，只是乌军手里的冰雹火箭炮数量不多，加上冰雹火箭炮射程不远，也就10几公里，一旦发射阵地暴露，就会被敌人摧毁。再加上打击精度差，在如今远程精确火力横行的天下，冰雹能够发挥的作用有限。对于乌克兰而言，这款火箭炮也就只能发挥游击战，骚扰俄军的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3500枚炮弹并不能改变俄乌战场的局势。其次，从乌军弹药的消耗速度上来看，这批弹药根本用不了几天，不会对俄乌战局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塞尔维亚没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军火援助，并不能证明塞尔维亚已经彻底站在对立面。所以现在这种局面是普京可以接受的，至少给俄罗斯留了一点颜面。当然，就算是塞尔维亚被俄罗斯实锤，武契奇也只是稍微尴尬一下而已，对塞尔维亚本身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就比如巴基斯坦已经向乌克兰送了好几波火箭弹，俄罗斯也没有跟巴基斯坦翻脸，双方的能源合作还是没断，俄罗斯反而卖得更起劲了。毕竟巴基斯坦卖导弹赚钱了，而且对于俄罗斯来说，如果贸然掀桌子，只会在越来越被动的国际局势中失去越来越多的朋友，非常不划算，还不如当作没看见。就跟塞尔维亚这事儿一样，爆出来之后，武契奇也只是表示与我无关。至于说的要和买家土耳其等国家签合同，未经同意不得转售，跟没说一样。这几个好兄弟哪有转售，都是无条件援助的。文字游戏，火力军是专业的。
其次，俄罗斯总不能干涉正常的贸易，等武器装备到了其他国家，俄罗斯也没法判断塞尔维亚的炮弹有没有进入乌克兰。只要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当然，就算是俄罗斯想真计较，那也没什么用。在北约的制裁下，俄罗斯也没有什么能力反制别人。俄乌战争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还想通过断气来威胁欧洲，可惜没什么用。这是俄罗斯唯一一个有用的反制条件，其他的没了。在北约的制裁下，能源出口还有一点优势，毕竟还有发展中国家兜底，但非能源企业基本上都快活不下去了。北约制裁之后，俄罗斯产品就向欧洲市场说拜拜。只是俄罗斯除了木材、粮食、化肥等少数传统优势产品，其他的产品没啥竞争力。利润高的工业产品基本上都缺零件。可以说，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已经无可避免，加上战争的消耗，完全不够用。现在是俄罗斯求着别人买东西，本着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俄罗斯拿什么制裁别人？而且援乌阵营不断扩大，也有俄罗斯自己的问题，比如巴基斯坦为什么援乌，塞尔维亚为什么要反水？答案也很简单，俄军在俄乌战争中的表现影响了其他小国的战略空间。逻辑很简单，小国在国际上是没什么话语权的，想要过得很好，只有彻底依附一方，或者是全都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吃好处。只是想全都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两个大国势均力敌。如果一个大国表现得过于弱势，这对于夹在中间的小国来讲，压根儿就没有选择。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就是最好的例子。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国也是给巴基斯坦压力，要巴基斯坦跟着制裁俄罗斯，结果不同意。现在呢，那几十万发炮弹足够证明一切。而且俄罗斯的示弱也导致援乌的成本越来越低。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其他国家支援乌克兰还要考虑俄罗斯会不会有其他反应，但俄军的表现太拉胯了，其他国家的态度直接就明朗了。最典型的就是北约援乌的力度。总的来说，塞尔维亚背刺俄罗斯只能说是意料之中。俄乌战争再打下去，俄罗斯迟早都会变成孤家寡人。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下一个反水的会是谁？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